为了不拖累儿子，母亲决定上吊。可儿子非但不阻止，反而拿来更粗的绳子，还给他找了一棵更大的树。그나저나 언니, 그 나무는 아니요. 이 나무요 이거. 줄도 잘못 끼고。说着，儿子就荡起了秋千，这可把奶奶气坏了，脚下一滑，竟真的掉了起来。一旁的儿子被吓傻了，幸亏树枝太细被压断，奶奶这才逃过一劫。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奶奶患了阿尔兹海默症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。她不想成为儿子的累赘，可随着病情加重，她的情况也越来越糟。不仅拔掉冰箱的插头，导致食物全部坏掉，还强行给宠物狗剃毛，使其郁郁寡欢，就连孙女的头发也没能幸免。惹得孙女哇哇大哭。晚上，奶奶带着孙女和狗去买米酒，结果一不小心遭遇车祸，司机为了躲避法律追究，开车逃逸。正在应酬的爸爸得知后，急忙赶到医院，看到奄奄一息的女儿，崩溃大哭。他指责母亲为什么大半夜要带女儿出去，可奶奶此时却像失忆一般，完全记不起当时的情景。阿峰一气之下把他赶出了病房，看到儿子生气的把垃圾桶踢倒，奶奶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对着墙上的钟表大喊11点55。他来到病房，紧紧握住孙女的手。 할미가 말이야. 우레기 친 놈은 꼭 잡을게요. 这时，阿峰在警局上班的好友赶了过来。江哲问奶奶有没有看清肇事车辆，可奶奶却又失忆起来。 보살님은 몰라요. 江哲来到事发现场，由于这里位置过于偏僻，只有一家商店门口的监控拍到了一点画面。第二天，护士来给孙女换药，奶奶却在一旁胡言乱语起来。 궁뎅이가 커요. 病房的气氛瞬间凝固， 궁뎅이가 커. 这让一旁的护士十分尴尬。阿峰示意母亲不要大声喧哗，然后把她带出了病房。结果一不留神，奶奶就消失不见了。很快，阿峰接到警局打来的电话，说母亲此刻正在警局大闹，众人好不容易才将她制服。等阿峰赶到警局，恰好看到母亲被戴上手铐的一幕。见母亲被欺负，阿峰抓起一旁的泡面喝进嘴里，朝着众人就喷了出去。原来奶奶来警局是想提供线索，她不断的重复着一句话。 아저씨도 알아요. 보살님도 알아요. 네, 아중이 알아요. 알겠는데요. 奶奶说这就是肇事车辆的信息，还说家里的狗能为她作证。可谁会相信一个老年痴呆说的话？离开警局的时候，江哲把车祸现场的监控视频交给阿峰，可由于天色太暗，根本看不清车牌号。目睹女儿被撞的经过，阿峰悲痛不已，他哭着跪在女儿的病床前，祈求她能快点好起来。这时，昏迷的女儿突然有了意识。 他努力地看向一旁的监控画面，阿峰急忙把电脑拿了过来。女儿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了撞他车辆的信息。原来女儿从小就喜欢汽车，只要看一眼就能准确说出车辆的型号。看到女儿的情况开始好转，阿峰高兴地将线索告诉了江哲，拜托他继续帮忙调查。阿峰还特意来到超市，给女儿买了她一直想要的智能手表。就在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，奶奶却再次闯下大祸，她竟然把孙女的呼吸机拔了。 刚刚好转的孙女再次陷入昏迷，经过医生的抢救，才脱离了生命危险。阿峰气急败坏地把母亲带回了家，他收拾好母亲的行李，决定将她赶出家门，并和她断绝母子关系。 앞으로 우리 인연 끊어. 난 엄니 아들 아니고 엄니도 내 엄니 아니여. 나가! 奶奶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动不动。阿峰让母亲赶快离开，如果不是他，女儿也就不会发生车祸。多年来积压的怨恨在此刻全部爆发。这时天空下起了雨，奶奶就这样呆呆地站在雨里不知所措。恍惚间，她想起了儿子小的时候，每次受伤只要吃了樱桃，所有的不开心就会烟消云散。于是奶奶冒着大雨摘了儿子最爱吃的樱桃，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。她来到孙女的床前，轻声唤她起来吃，可嘴里却叫着儿子的名字。 어여있나서 앵두 먹어라. 이거 먹으면 우리에게 하나도 안 아플. 阿峰看到母亲认错了人，提醒她病床上是她的孙女，可奶奶并没有在意儿子的话，她不停地对着孙女道歉。 육봉이 여기 있다. 육봉이 여기 있어. 천미 같은 내 새끼야. 이 엄니가 다 잘못했다. 原来六峰是儿子的小名，因为从小长了6根手指，阿峰成了别人眼中的怪物。父亲受不了周围人的指指点点，决定把儿子的手指砍掉。阿峰害怕的晕了过去。当他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趴在母亲的背上，母亲将他送到医院，并摘来很多他最爱吃的樱桃。阿峰就这样在母亲的疼爱下逐渐长大。看着病床前哭到昏厥的母亲，阿峰再也恨不起来。即使母亲忘记了一切，却始终没有忘记对他的爱。这时护士进来帮女儿换药，结果奶奶再次冲着他大喊： 궁뎅이가 커요. 护士再次尴尬起来。阿峰正要斥责母亲，却发现母亲是对着电视喊的。电视里正在播放汽车广告，阿峰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母亲说屁股很大是在说汽车。 엄니, 저게 공댕이 크다는 거요? 네네. 엉덩이가 커요. 11시 55. 根据女儿之前说的车型，
阿峰知道肇事车辆是一辆越野车，看来母亲当时看到了逃跑的汽车，而他口中的11点55可能就是事故发生的时间。阿峰决定和母亲一起去寻找肇事车辆。他们来到汽车配件厂，借来最近所有车辆维修更换配件的资料，希望从中可以找到肇事车辆。结果奶奶在推着资料过马路时，被疾驰而来的货车喇叭声吓倒在地。她的脑海里瞬间浮现出车祸现场的一些细节。原来汽车在撞倒孙女后就撞上了一旁的垃圾桶。他们一起来到事发现场，果然看到了2个被撞扁的垃圾桶。阿峰还发现垃圾桶上似乎有车牌照留下的印记，于是用铅笔拓印下了2个数字1和5，看来这就是肇事车辆的其中2个号码。阿峰带着线索找到江哲，可经过系统查找发现，同一车型带1和5车牌号的汽车有几万辆，而且他们还不知道这2个数字的位置。这样查下去无疑是大海捞针。回到家，奶奶失望地坐在门口，她努力回忆着那天发生的事。 뭐라도 생각을 좀 해보란 말이오. 这时狗狗的叫声让奶奶又想起一个细节，汽车在撞到垃圾桶后，保险杠上掉下来一块碎片，她还把碎片装进了包里，可现在却不记得放哪了。奶奶趴在狗窝附近找了很久，终于找到一包零食。 육봉씨, 이거 내가 제일 아끼는 거예요. 이거 차 앞 범퍼 아니야? 이거 앵두보다 더 맛나는 거예요. 原来奶奶怕自己想不起来，就把碎片和儿子最喜欢的零食绑在一起。阿峰哭着把母亲紧紧抱在怀里，原来母亲对他的爱一直都在。母子俩来到附近的汽车修理厂，想要寻找与碎片吻合的保险杠，结果找了一天却一无所获。这时阿峰想起曾在电视上看到催眠可以让人想起遗忘的记忆，于是他学着电视里的方法开始对母亲催眠。对，레드。 随着一声响指，母亲竟真的睡了过去。睡梦中，奶奶想起了当晚的所有细节，她记起了肇事车辆的逃跑方向。阿峰开车带着母亲沿路寻找，结果车子却在半路抛锚了。无奈，阿峰来到就近的一家修理厂，在这里他竟发现了与碎片完全吻合的保险杠。这时，奶奶在看板上写下了4个数字，阿峰这才反应过来。 11点55原来就是肇事车辆的车牌号。老板娘见瞒不住，也说出了事情的真相。不久前，一个女人半夜来修车，说自己撞到了一头野猪，还给了她一大笔封口费。可老板娘在修车时发现车头严重凹陷，底盘上血迹斑斑。她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，于是便偷偷将车辆信息记了下来。阿峰根据地址找到了肇事车辆，他给江哲打去电话，说明了一切。江哲让他不要轻举妄动，警方会尽快把凶手逮捕归案。等阿峰和母亲回到医院， 看到一个女人正跪在女儿的病床前，这时江哲也赶了过来。他说女人刚刚已经去警局自首了。阿峰愤怒地指责女人当时为什么要逃跑，如果及时把女儿送到医院，女儿也不会一直昏迷不醒。可奶奶在看到女人后却说不是她。 阿峰以为是母亲又犯病了，并没有把她的话放在心上。很快，女人被带回警局关了起来。奶奶拿着孙女的玩具让她快点好起来，却无意看到孙女手上戴的手表。这时，她想起当初拔掉孙女呼吸机的是一个戴着红色手链的男人。想到线索的奶奶急忙找到江哲，谁知竟发现江哲手上戴着那条红色手链。原来拔掉孙女呼吸机的就是他。江哲见事情败露，便起了杀心。他打晕奶奶，把她带到一间废弃的仓库，想要把奶奶伪装成自杀的假象。 另一边，阿峰回到自己工作的保险公司，他调取了肇事车辆的理赔信息，发现这辆汽车的保险人竟然是自己的好友江哲。原来那晚正是江哲开的车，事发时他和女人在一起。为了保住工作，他选择了逃逸，而监狱里的女人不过是在替他顶罪。阿峰带着保险单来到警局，可江哲却不在这里。这时，女儿的手表发出了定位信息，他打电话到医院，发现女儿的手表不见了。阿峰想到可能是被母亲拿走了。 于是他顺着定位找了过去，很快阿峰就在半路遇到了江哲，他一脚油门就撞了上去，结果却被江哲给撞翻了。就在江哲准备再次撞向阿峰时，奶奶开着挖掘机及时出现。原来废弃的仓库年久失修，奶奶通过不停摇晃把房顶拽开一个大洞，成功逃了出来。奶奶开着挖掘机直接把江哲的车推翻了过去。阿峰见撞上去就和他扭打在一起，可他怎么会是警察江哲的对手？很快阿峰就被江哲踩在脚下，奶奶见状揪住江哲的衣领把他拎了起来。 然后重重地摔在泥里，江哲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回去的路上，奶奶问阿峰手还疼不疼？ 언니 그때 작두로 내리칠 때도 안 아팠구먼 뭐. 네가 그걸 알고 있었냐? 原来当年母亲阻止了父亲，可父亲却对他们母子拳打脚踢，还说阿峰是个畸形的怪物。母亲受不了丈夫的辱骂，于是亲手斩断了儿子的手指。 병신 아니야. 这也成了奶奶心里无法抹去的痛。本以为儿子昏迷并不知情。 其实阿峰当时什么都知道，他感谢母亲，要不是他自己，如今还是别人眼里的怪物。母子俩终于消除了心里的隔阂。这是一部关爱老年痴呆症的电影，
如果你的身边也有这样的长辈，请好好的爱护他们，他们会忘记回家的路，忘记自己叫什么名字，他们的记忆会被橡皮擦慢慢擦去。可就算他们忘记了全世界，也不会忘记爱你。